新房装修，为什么大家对于客厅装修会格外重视？因为客厅是一个家的门面担当，同时也是会客和休闲的主要区域。不可否认，茶几作为曾经家庭中标配的家具之一，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现如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客厅装修设计上都舍弃了茶几呢？在我看来，客厅放与不放茶几，两者入住后的家居体验差别实在太大了。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聊聊关于摆放茶几的那些事。一、客厅为什么要摆放茶几？传统观念，特别是在老一辈的眼中，在装修上还保留传统观念，他们会觉得沙发、茶几、电视柜这个三件套的组合本就是客厅该有的样子。直到现在，大部分人也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装修设计，甚至感觉缺少任何一件客厅都是不完整的。二、功能需求，茶几从名字上不难看出，它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性。比如南方人习惯了把它当作喝茶待客的地方，北方人甚至把它当成餐桌，一家人围坐在茶几旁，边吃饭边聊天。所以说，在国人的心目中，茶几不仅是一件家具，也是家人和朋友维系情感的纽带。除此之外，茶几还可以用来收纳储物，比如放置一些遥控器、水杯、小零食等杂物。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要茶几？太占地方。虽然茶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必须要承认，它确实很占地方，这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大的地方。尤其是对于小户型客厅来说，十分不友好。很多人吐槽，客厅不摆家具还好，摆上沙发、茶几、电视柜之后，整个客厅瞬间变得非常狭窄，且显得空间更加拥挤。别说美观性了，就连过个人都非常的困难。二、增加家务量。之前也提到，茶几虽说可承担部分收纳功能，但一旦有了茶几，家里人就会不自觉地乱放东西。时间一长，上面会堆满水杯、零食、杂志，还有一些小物件，基本上就变成了家里杂物的聚集地。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影响家里的干净整洁度，还会影响客厅的颜值，同时也成为了家里清洁卫生的重灾区，无形中增加了家务量，收拾起来也相当麻烦。三、活动空间受限。传统的茶几几乎占据了客厅的大半个空间，占地方又不好移动，而且还大大的降低了客厅的活动空间。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一般这个区域会成为小朋友平时玩耍的主战场。小孩子天生就好动，很喜欢在客厅里跑来跑去，这个时候客厅中间的大茶几势必会成为最大的障碍。而且大多数的茶几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会有尖锐的棱角，对小朋友来说很容易造成磕碰受伤。所以这也是很多有宝宝的家庭舍弃茶几的主要原因，为了就是来杜绝不必要的安全隐患。三、客厅不放茶几有哪些装修建议？边机或圆桌代替茶几。其实如果客厅不放茶几，完全可以用沙发边机、小圆桌或小推车等小型家具品来替代茶几的收纳功能。与传统笨重的大茶几相比，它们不仅造型轻盈简洁，而且方便移动，使用灵活性高，既可以满足遥控器、纸巾盒等小物件的收纳需求，同时还能给客厅腾出更多的活动空间。二、地毯加沙发的组合，舍弃茶几，客厅中间只铺地毯。这样的设计不仅会让客厅空间变得更宽敞，而且也能收获更多的活动空间。比如年轻人可以坐在地毯上追剧看电影，如果平时好友来做客，也可以围坐在地毯上打牌聊天。有小孩子的家庭，中间没有了茶几的阻碍，也能肆无忌惮地攀爬跑动，没有磕碰的危险。而且空间如果变得宽敞了，父母也方便陪同孩子游戏玩耍，更有利于增进亲子间的感情。三、靠墙放书柜或矮柜。客厅不放茶几，也可以靠墙设计书柜或者矮柜。一方面，靠墙做边柜不占空间，还充当收纳储物功能，把平时不常用到的东西转移到边柜里，这样会让客厅变得更加干净整洁。另一方面，如果靠墙做书柜设计，这样拿取书籍也更方便，父母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培养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学习的习惯。写在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不放茶几？这么说吧，以前的茶几它一方面可以用来接待客人，一方面还是家里娱乐的地方。但是反观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家里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客人，即便是有茶几，大多数也是摆设。而且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与强大，客厅的娱乐功能也日渐弱化，所以也就失去了茶几存在的意义。最后，小东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家里在装修，你还会选择客厅放茶几吗？一张床垫
对睡眠健康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要想一夜好眠，跟选好床垫是息息相关的。一张好的床垫能给我们带好的睡眠，好的睡眠才会有好的体质。我们一天24小时的时间里，有约1/3的时间都在床垫上度过。觉睡不好就会浑身不适，一天都没精神头，更有甚者会失眠、腰酸背痛等，并且长期睡在不合适的床垫上，会直接影响脊椎健康，导致一系列病症的产生。本期小东就跟大家说一说这5种不建议买的床垫，不是瞎说，都是多年的经验总结。1. 不买整网弹簧床垫。整网弹簧，它的结构依靠钢丝互相勾连组成，虽然有很好的支撑性，也可以承受很强的重量，并且有不容易塌陷的优势，但是这种结构最大的缺点就是睡感比较偏硬，而且抗干扰性差。像市面上的一些快捷宾馆或酒店，一般都是采用整网弹簧的床垫。如果是经常出差住宾馆的朋友会深有体会，夜里睡觉一旦翻身，床垫受积压就会发出各种声音，比如弹簧之间的摩擦音、弹簧回弹颤音、弹簧拉扯音等等。遇到睡眠质量不好的，受声音干扰就会影响睡眠质量。综上所述，对于睡眠浅的朋友，真心不建议买整网弹簧床垫。相对而言，更推荐选择独立袋装弹簧床垫，每个袋子都是一个个体，相互不干扰，静音效果也是最佳的。2. 不买分区多的床垫。什么是分区床垫？简单来讲，就是可以根据人体不同的构造，如头部、肩部、腰部、臀部等区域调节成不同的软硬度，从而来缓解人体疲劳，改善睡眠。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3区床垫。最初设计3区床垫是针对欧美体重严重超标的人群使用的，如图。之后经过技术升级，又在3区的基础上研发了5区、7区、9区，甚至11区，从而来宣导自己的产品功能更全面，睡眠体验感更好。但事实上，多区床垫根本经不起推敲，或者说实际使用后达不到宣传所说的效果。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分区原来很简单，就是利用弹簧线径的粗细来划分出不同区域，人躺在上面所产生的受力程度不一样，来实现身体不同部位的支撑力。但是咱们可以试想一下，人会有高矮、胖瘦之分，而且睡觉的姿势也不会是一个样子，所以分区的受力点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者睡一睡就会偏离分区，从而使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我看来，除非是量身定制或者能达到智能设置，随时调节分区，随着你睡觉时的变化而变化，不然真的没啥太大的作用。所以奉劝大家，如果考虑分区床垫，选择基本3区足够了，没必要多花钱去当冤大头。3. 不买卷包压缩床垫。不夸张的说，现在市面上的卷包床垫快成网红产品了，一整张那么大体积的床垫居然能塞进一个小小的盒子里，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对于商家来说，不仅节约了仓储空间，还方便运输。当然，如果做出口，但物流成本也至少节省了一大块。而对于消费者而言，运输和入户也非常方便，尤其是特别适合楼道狭窄、电梯进不去的住户。那这种压缩卷包床垫到底值不值得买？我的理由是不推荐，原因如下。第一，边缘支撑性差，容易溜边。像这样床垫想要卷包压缩，就必然要去牺牲一些边缘的硬性加固支撑，例如 M 型加固，所以四周的支撑性不会太好。说白了，就是床边部位特别容易形成边缘塌陷。第二，弹簧偏细，睡感偏软，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卷包床垫太软，不太适合国人体质，因为它用的是线径系的弹簧，细弹簧耐用性不高，而且支撑性差，睡感偏软，特别是小孩和老年人。除此之外，压缩床垫放置超过3个月，弹簧不仅无法恢复原来的形状，还会影响使用寿命。4. 不买杂牌没有品牌 logo 的床垫。这点常识相信大家一定都是明白的，就算买东西有预算，也有预算有限的情况，但是也不要因为不懂、不专业和贪便宜，就买听都没听过的杂牌产品，甚至产品上连品牌 logo 都没有的。这种床垫质量和环保性都要打个问号。虽然品牌不等于质优，但至少品牌都有专业背书，一般也是靠产品质量积累的口碑。价格虽说会贵一些，但起码服务和售后都有保障。5. 不买大牌溢价高的床垫。买床垫最重要的还是选材料、看配置。买品牌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为了追求品牌，为了撑面子而买，就没有必要了。
就好比某明星自用的海思腾 HE4STENS 床垫，一张床垫好几百万，真的是普通人无福销售的存在。另外，一些大品牌高端床垫品牌溢价也会更高。差不多配置的情况下，坦白讲，大牌高端床垫的水很深，差不多一样的配置，价格相差悬殊。某些品牌的床垫性价比真心不高。当然，不是说高端床垫不好，只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根本没那个必要。一张床垫它的寿命周期也就是8到10年，材料用的再好，也会变形老化，影响使用。所以买床垫真没必要为广告费和品牌溢价买单，咱就选个国产牌子，挑个销量高的，价格在3、5千左右的就可以了。选床垫不是越贵越好，首先材料必须要环保，其次睡感要适合我们自己。只要满足这2点，一般价位的床垫也可以放心用。以上的床垫5不买，也是根据以往的从业经验总结下来的，希望大家买床垫时别踩坑。我发现身边很多人买家电都会不自觉地掉进高端家电的坑，会过于相信家用电器是1分钱1分货，盲目认为贵有贵的道理。其实在我看来，不论任何产品任何行业都会存在暴利产品和品牌溢价，家电行业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家电并不是越贵越好，特别是一些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反而更实用。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就没必要买太贵的，劝你有钱也别去当冤大头。1、油烟机。要我说，油烟机绝对是暴利行业，不接受反驳。一个卖家电的朋友和我吐槽说，现在的一些高端油烟机动辄5、6千的售价，比2台空调价格卖的都贵，简直无法理解。要说技术上不如空调也就罢了，连材料成本也没法比。咱都知道，空调有内机也有外机，而且压缩机成本普遍都不低。反观油烟机的结构，简单的不行，一个电机2个风扇，再加一个外壳就完事了。就算你用的是纯铜电机，成本不过几百块。再说排烟效果给力与否和它的吸力、风压、排风量这些参数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如果性能参数相同，便宜的和贵的烟机相比，吸烟效果都差不多。所以油烟机真没必要买贵的。市场上价格超过4000的，无非是增加了什么挥手感应、油污自清洁等附加功能，多半以上都是智商税。咱们选油烟机，风量在17米以上，风压大于300帕，噪音值小于65分贝，满足这些条件，1、2千的机器就很优秀了。品牌方面，可以看看帅康、华帝、苏泊尔这样的2线品牌，性价比更高。2、电热水器。热水器家家必备，特别是东北地区，可以解决冬天洗澡的难题。如果你选择的是燃气热水器，建议你买贵一点的，毕竟这玩意是1分钱1分货，多花一点钱就多一项功能，什么恒温增加、零冷水功能，统统给你安排上，后期的使用体验感也大不相同。但如果你家选择的储水式电热水器，我劝你就别花冤枉钱了。这东西贵的和便宜的区别不大，安全标准都过关，不过是容量和内胆上的差异。这么说吧，电热水器的自身技术并不高，内胆的使用寿命基本都是7、8年，超过年限就得报废。你买再贵的产品，也逃脱不了容量有限，热水用完还得重新烧，用久了会积水垢，需要清洗的这些弊端。所以说，与其花3、4千买个电热水器，就非常不划算。花同样的钱，还不如去买燃气热水器，热水即开即热，也省电，后期保养维护也省心。当然，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选择电热水器的话，咱们买个1800块的基础款最实用，容量在60升以上，高于2级能效就可以了。至于品牌，可以看看海尔、美的、万家乐这几个国民老品牌，质量和售后都有保障。3、净水器。要说家电行业最大的坑就是净水器，套路也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在这上面花了冤枉钱。你要知道，市面上不论哪种净水器，它的作用就是过滤水质，提高用水健康。所以千万不要被五花八门的营销宣传、花里胡哨的功能给欺骗了。说什么净水器有美容养生的功效，这些都是妥妥的智商税。这玩意也不是啥高科技，几个滤芯、一个水泵加一个外壳，成本再贵也不过7、800块。而且净水器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滤芯，滤芯的级别达不到，出来的水也是白扯。像我邻居家买了某品牌的净水器，一根活性炭滤芯加一个紫外线杀菌灯，价格竟然高达6、7千，每年更换滤芯的成本还要花1500，真的是把老百姓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净水器不要买太贵的，2000块以内的就已经很不错了，普通家庭完全够用。考虑直饮，就选择带RO 反渗透膜的，一定要买插电排废水的，因为RO 膜需要物理加压才能出水。
另外，滤芯成本也要问清楚，避免买得起却用不起。4. 指纹锁，不得不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给家里更换成智能指纹锁，毕竟出门不用带钥匙，回家开门也更加智能便捷。但我搞不明白的是，现在还有人花几千块去买一把指纹锁，是图个啥？要说一把锁的核心部件就是锁芯，市面上几百块和几千块的指纹锁，同样都是 C 级锁芯，安全性能都是杠杠的。再说功能方面，什么指纹解锁、密码解锁、传统钥匙开锁也都能满足，功能上大差不差，配件上也都是一样的，唯独就是外观造型和品牌不一样。所以高端的大牌指纹锁卖的基本都是品牌溢价和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什么猫眼监控、异常抓拍、3D 人脸识别，这些所谓的高科技功能，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没必要为它买单。而且你要知道，对于智能门锁来说，它的功能越多，意味着故障率越高，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也越差。所以选购指纹锁，只要不是太便宜，选择1000多左右的产品，它的实用性反而比你选择2、3千的所谓大牌指纹锁更高。就比如小米、陆克、石将军这几个品牌，虽说没有德诗曼、凯迪仕、飞利浦知名度高，但贵在性价比高，品质和口碑也非常不错。最后再次提醒大家，选择任何一种家电，它自身的实用性都应该放在首位，千万别为了外观颜值和营销噱头买单，特别是一些华而不实的附加功能，看似很高级，实则很鸡肋。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别去拿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去交智商税。家用电器可以说是每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对于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大多数人会选择在网上购买，毕竟动手指就能完成，不用东奔西跑的亲自去实体店，更加方便省事。但是对于一些大件的家电产品，太多人拿不定主意，到底能不能网购，线上买的跟线下实体店的质量到底有没有区别？前段时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碰巧有一个同学毕业后就在家电行业工作，他告诉我说，一般主流的家电品牌生产出同一个产品，会用3个不同的型号命名，分别是线上型号、线下型号和专攻型号。家电厂商故意把型号岔开，为了就是防止渠道之间打价格战。因此很多人会发现，网上有些型号在实体店你根本找不到。那么买家电到底是在网上买还是到实体店里买会更好？来听听我老同学怎么说。先说线下实体店，线下型号一般都是外观略显华丽、功能完善的产品，理由也非常简单，品牌方也知道选择线下的大多是以中老年群体为主，一般不喜欢网购或根本不懂网购的人群，而且经济比较稳定，有一定的支付能力，这类人群更注重线下实体的服务，很好的产品体验，包括一些产品新功能，还有销售人员热情的讲解等等。其次，之所以线下产品比线上卖的价格贵，也有一定的原因，毕竟还需要支付房租、人员开支、活动费用等等，没有一定的利润是难以生存的。再说线上型号，首先就是价格必须敏感，比线下价格便宜是肯定的，不然消费者就失去了网购的意义。家电厂商也知道，现在线上的人群画像肯定是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关注的是产品的外观、主要功能，且喜欢对比参数数据，所以线上产品通常科技感强，外观时尚，再砍掉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配置，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理论上来说，只要型号一样，质量就一样，这和线上线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便宜很多？因为对于厂家来说，线下实体店型号的客户是各地的经销商，而网上直营型号的客户才是咱们普通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自然就更便宜。最后说下专攻型号，说白了指的是某宁专攻、某猫专攻、某美专攻、某东专攻等产品。既然是专攻产品，那就得稍微改造一下，再拿去给那些大平台销售。所以如果你去对比，不难发现产品只是型号不一样而已，基本上就是多个字母少个字母或大小写不同。再比如像某宁的产品后缀加个 S， 某东的加个 D， 某美的加一个 G 等等，这些就是渠道包销机了，你只有在对应的渠道里边你才能买到，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不过大家放心，大平台之间的竞争极其充分，即使是专属产品，他们的价格也是合理的，只是规避了同品比价，还有活动力度、活动档期的不同所带来的麻烦。至于大家去逛线下实体店时候，商场的导购会和你讲，网上的产品不如线下的质量好，机器重量不一样，选材用料也不一样，可能还会买到翻新机等等，这些通常也都是他们的销售技巧罢了，为了就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
其实产品就一个核心点，一个大品牌的家电厂家，它只会分渠道、分马甲，不会分质量，因为没有一个品牌或者一个厂家不懂，只有品控一样才叫品牌。至于线上价格便宜，是因为卖的是翻新或返修机，这个纯属无稽之谈。如果你把翻新机敢当正品在线上卖，那么第一台就会被你的同行买走，然后大肆宣传炒作，搞臭你这个品牌。5、关于线上线下产品安装售后是否有区别？首先，流程是一样的，你不论是选择线上还是线下购买，都是按照我们所在地区的仓储物流统一安排送货，然后再安排专业的师傅上门安装。其次，不管你是线上购买、线下购买，你会发现其实安装和送货通常都是同一伙人。至于质保售后问题，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只要你买的是同一个品牌，售后服务肯定是一样的。而且如今大的家电品牌都有全国统一的服务电话，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进行检验维修。6、总结一下，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购买家电产品，首先质量肯定是一样的。如果你对网购不是很精通，更乐于享受线下产品体验感，以及导购员1对1热情的服务，还有线下商场高大上的购物环境，那你可以去实体店买，价格贵一点也很正常。你觉得贵那一部分是被房租、水电、人员、装修等费用吃掉了而已。喜欢网购的一定要买线上型号，由于它这个运营成本低，价格确实便宜，但一定不要在网上买线下型号，网上的价格就是给实体店打掩护的，实体店的实际成交价会比网上低很多。如果真有人到网上买原价，那就是能坑一个是一个。最后一个问题，问我同学，线上型号和线下实体店型号性能差别大吗？他告诉我说，其实家电功能比较单一，只要参数差不多，差别就不大，颜色和外观一样，只有型号不一样，目的就是让你无法在各个渠道之间比价而已。我家这套房啊，没有阳台，赶上衣服洗得多或者是天气不好，晾晒就成了大难题。明装晾衣架觉得太丑太难看，装落地晾衣架，客人一进来挂得满屋子都是，一点都不高级，所以只考虑换一个既能洗又能烘的洗衣机。洗烘套装看上眼的都得在10000元以上，而且还没有办法解决双排水的问题。换个洗烘一体机呢，又觉得烘干容量小，衣物多的时候还得分批烘干，太麻烦了。就想买一个烘干容量大，价格又比洗烘套装亲民的洗衣机。经过我大量做功课入手了这台 TCL 双子仓洗烘护集成机 T10， 完美的解决了我之前所有的问题。先来说一下，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洗烘集成机呢？对比洗烘一体机和洗烘套装，它到底有什么区别？洗烘一体机它就是一台机器，既能洗又能烘，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空间。但缺点是普遍采用冷凝式烘干。冷凝式烘干的工作原理类似于吹风机，多件衣物在一起烘就容易出现叠加部分烘不透的情况，烘干后的衣物褶皱也比较多。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预算不高，而且对烘干效果要求也不高的家庭使用。洗烘套装呢，大部分是采用热泵式烘干，效率高，更省电，衣物即烘即穿，但缺点就是价格普遍偏高，而且对安装有要求，基本是要求双排水，还需要预留2套电源，更适合烘干需求大还未装修入住的家庭，能准确的预留2套电源2个排水。那我选择洗烘集成机主要就是它是一体式的设计，不占空间，烘干效果和洗烘套装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同样是热泵式烘干，烘干效率高，关键是它只需要1个排水1个电源，像我家这种情况也能安装，不怕装修难，使用更便捷。所以呢，洗烘集成机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满足烘干容量大的需求，而且无论是新房老房都适用，做不做阳台柜也都可以。我称我家这台双子仓 T10 洗衣机是一台宝藏神机，和大家看一看它到底强在哪。首先它是一体式设计，上下分区，洗衣、烘干、护衣一台就搞定了，而且配置了可视化的全彩大屏，一屏控制双筒，操作起来智能便捷。全灰色的机身也是很百搭，适用于各种家装风格。555毫米的超薄机身，大概也就是2张 A4 纸的宽度，即便是嵌入式的也不用担心它会凸出来一块。另外它上下同向开门，更加人性化，不像市面上的洗烘套装，上下门的打开方式是不一致的，用起来不仅别扭，而且容易磕碰。还值得一提的是，它搭载了全新热泵智能变温技术，50摄氏度的高温除菌，42摄氏度低温柔烘，高效节能的同时避免了衣物损伤。
洗涤衣物确保不缩水、不掉色、不变形，还配备了绒毛收集器，有效避免了洗衣过程中的2次污染。说了这么多，咱们来实测一下，看看它的洗烘能力到底怎么样。咱们先把沾到酱油和口红的白色 T 恤放置30分钟，然后丢进洗衣机，看看它的洗涤效果如何。不得不说，这个 1.1 洗净比去污能力还真的没话说，白 T 的污染位置全都看不到痕迹了。接下来咱们把2件洗好的衣物也放入洗衣机开始烘干，它的快速烘干只要25分钟，烘干之后拿出来看看效果。这2件上衣已经完全干了，几乎没有一点褶皱，衣服也很平整，直接穿就可以了。热泵式烘干确实给力，衣物的蓬松度、柔软度也是肉眼可见的。通过真实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家这台双子仓 T10 洗衣机真的是选对了，各方面性能都没得挑，颜值高，功能强大，单排水、单接电就能使用。更关键的是比洗烘套装价格也要实惠得多，4000多的价格绝对称得上是我心目中的国民洗衣机。如果你家也在纠结买哪种洗衣机好，并且要求烘干能力强、质价比高、适配度高，那么选择 TCL 双子仓洗烘护集成机 T10 准没错，趁着双11入手绝对不亏。多数人第一次装修缺少经验，在买装修材料时会过度担心质量问题，因此会无脑的去选择品牌，盲目的认为品牌就等于品质。但选择品牌就代表着你要接受它的品牌溢价，多花冤枉钱。其实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你还去追求品牌，那绝对是白白浪费钱去交智商税。本期小东聊家专给大家盘点一下装修中不需要看品牌的7个东西，买对的不买贵的。1. 窗帘。买窗帘不需要看品牌，其实说实话，买品牌窗帘就是在交智商税，因为大部分布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生产的，包括你们买的所谓的品牌窗帘，也都是拿回布料再挂上自己的品牌商标，高价卖给你而已。其实窗帘说穿了就是一块遮光布，只要选择好适合的布料和颜色就足够了。大部分家庭就选涤纶混纺的不挂灰，垂感好还抗皱，网购几10元1米，性价比极高。另外颜色尽量选纯色，别选拼色或复杂的纹理，根据家里的主色调去搭配相近的颜色即可。小东建议是布料就会有染色剂和甲醛，所以窗帘买回家先别着急挂，一定要先水洗一下，洗完最好再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促进有害物尽快挥发。2. 灯具。全网都在说灯具是暴利行业，一盏普通的水晶吊灯就敢卖你大几千，其中的利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特别是品牌的灯具，所谓的品牌溢价都花在广告宣传和推广上了，而且还有不少品牌灯具都是贴牌产品。如果你还愿意为品牌买单，我只能佩服你，人傻钱多了。其实灯具最重要的是安全，所以选择时务必要认准 3C 安全认证标识，其次就是挑选自己中意的款式和颜值了。小东建议灯具网购更划算，可以省去线下商家的仓储物流和人员成本，产地选择广东中山，质量有保障，价格省一半。你可能不知道，中山古镇是全国最大的灯饰批发城，很大一部分线下经销商也是在这里拿货的。3. 水槽洗菜盆可以说是家庭必备，市面上水槽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的都有，实话实说，除了几个进口的大品牌，剩下的国内品牌大部分都是代工生产的，多花钱买品牌纯属浪费钱。一般家庭选择 SUS304 不锈钢的，只要壁厚达到 1.2 毫米的完全够用。其次，表面选带拉丝工艺的，不怕磕碰更耐磨。小东建议家里厨房小台面操作空间有限的话，选择大单水槽一定比普通双槽好用。其次，安装台下盆无论颜值和实用性都比台上盆优秀。另外，台面厚度不够，谨慎选择台中盆，打磨台面过薄有掉落的风险。4. 全屋定制。全屋定制看品牌还不如选好板材，毕竟板材才是环保和质量的关键因素。首先呢，大品牌和小工厂生产柜子的流程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采购板材、市面封边、五金等原材料，再回到工厂2次加工。其次呢，大品牌工厂只是比小工厂设备更好一点而已，区别仅在于封边和工艺细节上略有差异，可这些也并不影响柜子的使用。所以全屋定制没必要为大品牌的溢价买单，只要板材环保达标，五金是知名品牌，可以放心用。另外，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是关键，重要的是可以把你的需求和想法完全落地。小东建议全屋定制，既想省钱又想材料环保的话，可以自己买品牌板材，找木工加工柜体。
然后找定制品牌商家定制柜门，价格至少省一半。关键还不输颜值，但前提是你得找一个靠谱的木工师傅。5. 集成吊顶。铝扣板吊顶一般用于厨房和卫生间的顶面，唯一的作用就是遮挡水电线管以及电器的排风管。老实讲，这个东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其实品牌和杂牌的用料也都是一样的，都是统一进料，然后自己加工喷码。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线下的高端品牌，大部分店面都是同时做3个品牌，一个好品牌和2个杂牌，然后高低搭配着卖。选铝扣板主要看厚度达到国标 0.6 毫米以上的其次，表面选好擦洗的适合大部分家庭。小东建议铝扣板吊顶没必要多花钱，价格在80到1201平方的完全够用，把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集成电器才是关键。6. 墙纸、墙布。墙纸、墙布这类材料和窗帘商家基本类似，本身是不生产任何原材料的，品牌之间差别就是手艺好的铺贴工人，仅此而已。所以选品牌的性价比真心不高。另外，壁纸耐用性差，时间一长就容易翘边起皮，尤其不适合南方地区，环境相对潮湿，受潮容易发霉。因此，壁纸只适合预算有限的出租房或短期过渡的临时住所。壁布虽然上墙没有接缝，不担心起皮翘边问题，但缺点就是用久了不好清洗，时间一长就是细菌、螨虫、灰尘的聚集地。所以壁布不建议全屋大面积铺贴，作为房子背景墙，局部点缀还好。小东建议选墙纸、墙布，除了要关注材料本身是否环保，还要看上墙用的胶水和基膜是否也符合正规环保检测。基于这2点，建议你不如直接选各项指标都非常成熟的乳胶漆更划算。7. 瓷砖。瓷砖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近些年你去逛建材市场的时候，不难发现80%品牌都标榜自己的广东砖，剩下20%还是进口品牌瓷砖，说明小部分杂牌瓷砖已经被行业洗牌淘汰了。所以选瓷砖真没必要非1、2线大品牌不选。其实很多3、4线的小品牌不但价格便宜，质量上也和1线大牌的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而且很多大厂还是这些品牌的代工厂。因此选瓷砖只要挑选好喜欢的花色，平整度和硬度达到标准，不需要看品牌放心买。小东建议瓷砖想省钱，墙面没必要用全瓷砖，可以用半瓷砖或瓷片代替，毕竟墙面砖基本不受力，差点的也没啥影响，只要买对花色即可。另外，选择地砖上墙的最费钱，地砖本身价格就不便宜，加上人工铺贴费，价格直接翻1倍。说在最后，装修是个无底洞，大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该节省的地方一定要节省，千万不要什么东西都无脑的去追求品牌，导致装修预算无限超支。如果还需要借钱负债装修，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